迎收睇《保誠保險特約成就港生活特輯》。話說我哋 IG account 咧，早排收到一位觀眾 DM 話俾我哋知佢準備結婚買樓，買入人生第一個物業。但係由揀樓呢一步開始已經唔知點樣入手啦。例如唔知點樣按照自己嘅預算去揀選一個合適嘅單位，亦都唔知點樣去計算呢一個合適嘅置業嘅開支。所以我哋今集咧就會由最基本嘅上車 BB 班內容開始，話俾各位買樓新手知道成個置業嘅流程啦，詳細係點樣。如果係第一次計劃買樓嘅你，記得睇晒成條片啦。對於買樓新手嚟講，其中一個最大嘅煩惱就係點樣訂立置業嘅預算，同埋點樣喺預算之內買到適合嘅單位。今集嘅主角陳先生就由舊年開始同女朋友計劃，諗住咧喺今年買樓同埋結婚。我哋一齊聽下佢嘅故事。嗱，陳生，你有咩打算㗎？咁我1年前咧就同女朋友咧商量過，咁咧就睇中咗一啲咧將軍澳海旁附近嗰啲嘅半新盤，咁佢一房單位咧就500萬就買到咯喎。咁其實我又諗住咧借足90%，就同女朋友咧慢慢儲50萬咧做首期，希望咧今年可以買樓上車。不過去到最近正式睇樓嗰陣，先發現樓價升咗。陳先生本身預算用500萬買嘅一房單位，而家預算咧已經升到去550萬。陳先生而家就好煩惱，應該要硬住頭皮同女朋友每人夾多啲資金，繼續買呢一個心儀屋苑嘅單位，定係要取捨保留呢一個預算，一係搬遠啲去日出康城，或者揀將軍澳站一帶樓齡舊一截嘅屋苑。去到呢一步，陳先生先發現買樓最難嘅未必係儲首期，而係點樣訂立一個有彈性嘅預算。好多新手以為啱啱好儲夠首期就代表可以入市，但現實係首期只係置業成本其中一部分。如果你首期預算係50萬，就唔應該只係準備50萬嘅資金，因為樓價有一定嘅波幅，就好似陳先生嘅個案咁，樓價上升而買唔返心儀嘅屋苑，咁就要思考點樣取捨。另外，如果一心諗住成功借足90%按揭，攤分30年還款，咁都要留意個人每月入息可唔可以通過壓力測試。唔通過嘅話，銀行都未必批到咁多錢。另一個批唔到咁多錢嘅情況就係物業估價不足，買家必須喺成交嘅時候額外自備資金補足差額，即係俗稱要抬錢上會。要避免呢個情況，準買家最好都係喺睇樓之前喺各大銀行網頁查清楚物業估價，咁再攞呢一個估價向買家講價。咁首期以外，唔少人都會忽略買樓計算樓價以外嘅雜費。一個完整嘅置業預算至少應該要包括首期、印花稅、律師費、按揭保險費、火險、驗樓費、代理佣金、裝修費以及日後基本生活預備金。咁其中印花稅支出其實都唔惹少㗎。咁雖然現時400萬以下物業只係要交100蚊印花稅，但上到陳生目標入市預算500萬嘅物業，印花稅金額大約已經要11萬。另外嘅大支出仲包括代理佣金，大約係樓價1%，即係大約5萬蚊。律師費大約係8000蚊。如果做高成數按揭嘅話，可能仲要俾按揭保險費。最終收樓之後都要準備資金做裝修。當然啦，呢一筆數都係豐儉由人，但係輕裝修嘅話，預計都要預翻大約20至30萬。咁樣計下，我買層500萬嘅樓，預埋裝修嗰筆錢，咪至少要儲到80幾萬？喂，唔係噃，好似都唔止喎。重新睇下而家有咩買到嘅先。到正式揾樓，陳先生好快就發現，真正要先回答嘅問題並唔係邊個樓盤最好，而係自己最重視咩條件。因為市場上從來都冇完美嘅單位，有得揀就一定要取捨。想平就可能要接受遠啲，想大就可能要接受舊啲，想方便就可能要預算再高啲。所以睇樓之前，要先按自己重視嘅條件排好優先次序，例如價錢、交通、空間、樓齡，甚至係未來家庭需要，邊一啲條件一定唔可以退讓，而邊一啲又只係加分條件。陳生後嚟將揾樓嘅要求分成3類，分別係必須有、最好有同埋可以放棄嘅嘢。必須有嘅就係交通配套夠唔夠方便，至於最好有嘅就係屋苑環境咧係咪夠乾淨企理，至於會所設施齊唔齊，成屋苑格局夠唔夠 grand 咧，就係一啲可以放棄嘅嘢。
咁到正式揾代理帶睇樓之前，都要先簽睇樓紙，係一份有法律效力嘅文件，係日後代理向買家或者租客收取佣金嘅憑據。協定內容清楚列明咗參觀日期、單位位置、佣金條款等等嘅重要資訊。一般簽咗之後有3個月嘅有效期。陳生啊，呢個大屋苑咧樓齡係大啲，但周圍咧都 keep 得好好㗎，單位仲好保值添。呢間屋咧業主喺度住咗10年，本身2房而家炒到1房。放緊幾多錢？係484尺，叫價480萬。咁咧早排樓上嗰單成交咧都賣到550萬㗎，所以呢度咧真係好抵，一定好搶手。陳生呢邊啊？哦，啲裝修唔錯喎，睇落去都企企理理咁樣，都幾光猛，唔似住咗10年。OK， 好似買得過。咦？嗰埲牆好似有啲水漬喎，佢連住個廁所會唔會係因為嗰啲喉管滲水呢？咁睇樓重點之一就係要排查風險，其中要提防化妝樓，咁即係業主用裝修、油漆、家私擺位去遮住裂縫、滲水或者老化問題。咁所以牆角、天花、窗邊、浴室門口通常都值得特別細睇。咁當中浴室同埋窗戶都要尤其要留神啦。咁浴室一旦有漏水，維修往往又麻煩又貴。咁窗框如果生鏽、鬆脱或者滲水，咁除咗會影響舒適度，仲可能會涉及安全問題。其次就係要小心間隔有冇改動。有啲單位睇落特別實用，可能係因為拆咗牆或者改過廚房。咁但改動未必全部都合法，嚴重嘅時候會影響按揭，咁甚至係日後自己要還原翻。喂，個屋苑好似差唔多30年咯，做咗大維修未啊？下年先到30年都未大維修㗎。不過呢度咧係大發展商旗下管理公司管理，屋苑咧定期都有修葺。咁咪真係差唔多要做大維修㗎咯喎。喂，但係咁我會唔會一買就要貼錢做維修㗎？個外牆唔係我整爛㗎喎，咁我咪好無辜？咪住先，諗先。過去2年已經有超過22萬位海外人才嚟到香港，咁但就算係人才都會人生路不熟，有嘢唔識可以問邊個？保誠保險就幫到手啦。成就港生活一站式增值服務，涵蓋4大貼心支援。第一，成就生活指南，提供實用生活文章，涵蓋理財、升學到日常生活資訊。第二 ，Phoenix 將子女增值服務平台，同多家知名學院同埋機構為保誠客戶提供免費獨家教育課程。第三，成就安居，聯成地產資訊平台，提供安居資訊同埋實用貼士。另外，保誠都會聯同唔同嘅服務式公寓，俾保誠客戶準備多重禮遇。第四 ，ProLiving 誠選生活禮遇，精選餐飲住宿、美容同埋健康禮遇，同40間商戶合作，保誠客戶可以享有低至6折優惠。成績掃描 QR Code 或者同理財顧問了解下啦。咁有時樓齡比較大嘅屋苑，雖然保養唔錯，咁但樓齡臨近30年，的確要面對大維修。層樓可能真係平咗啊！咁但如果入住之後，突然間被通知要夾錢做大維修，就得不償失啦。哇！呢間唔錯喎，啊幾新淨咁，又叫半新盤，係啊遠咗少少嘅，不過唔緊要，啲嘢企理，唔使咁多執修。唯獨是咧，就係而家咧黑媽媽。我哋揾日再嚟過得唔得？咁覺得適合嘅單位最好睇多過一次，都係穩陣嘅做法。咁最好可以喺唔同時間再去，例如朝早同夜晚各睇一次。因為採光、噪音、通風，甚至係滲水嘅情況，都唔係一次睇樓就可以完全睇得清。咁仲有要做單位查冊啊，咁都係重要嘅一步。目的就係避免中伏，可以知道物業嘅業權係咪清晰。有冇按揭、釘契、法庭命令或者係其他限制？如果背後有問題，將來申請按揭甚至轉售可能都有麻煩。呢度睇咗3次都覺得幾好啊！喂，如果真係買呢度咧，有啲咩手續要搞㗎？之後就係準備簽臨時買賣合約。咁多數臨時買賣合約都會列明雙方擬定嘅價錢、所支付嘅訂金以及簽署正式買賣合約嘅時間同埋實際成交日期。如果單位係有裝修或者家電嘅話，準買家都要記得喺合約上面列明，咁就連係咩牌子同埋咩型號都要寫清楚，同埋影相做記錄。
一般交付嘅第一筆訂金，我哋俗稱細訂，咁金額就係樓價嘅3%至5%之間。咁仲有要緊記擺足夠嘅現金喺戶口入面，咁否則萬一彈跳嘅話，就可能會構成取消交易嘅藉口，而俾業主追討賠償。咁至於落訂金額嘅高低，除咗買賣雙方協議之外，都視乎當時樓市環境。咁雖然臨時買賣合約都具有法律效力，但係簽署臨時買賣合約至正式買賣合約期間嘅14日內，如果任何一方反悔，都可以按照臨時買賣合約當中嘅條款，要求賠償雙倍訂金，以及支付買賣雙方嘅代理佣金。所以遇着樓價急升嘅時候，準買家為防業主出售之後反悔，往往都會提高訂金比例，咁藉以增加業主反悔嘅代價。咁以防任何一方取消交易，部分人就會要求喺臨時買賣合約上面加上必買必賣嘅條款，意思係買賣雙方必須要完成交易。若果準買家突然反悔取消交易，除咗要賠償業主嘅訂金之外，都要支付買賣雙方嘅律師費同埋經紀佣金。同時，業主都有權將單位重售並追收差價。咁即係點呢？即係例如原本雙方協議成交價係500萬，但係準買家反悔取消交易，咁之後業主賣出單位嘅時候，只係以480萬賣出，咁呢20萬嘅差價就可以向上手買家追討。係你揾咗陳律師去簽嗰個正式買賣合約嘅。一般簽咗臨時買賣合約之後嘅14日，雙方就會去律師樓簽署正式買賣合約。咁到時業主就要俾大訂，咁大訂同細訂加埋就係樓價嘅1成，以支票形式交俾律師樓。同時律師都會協助買家為文件打釐印費。與此同時，當簽咗臨時買賣合約之後，準買家都已經可以去銀行申請按揭。佢哋可以自己入去附近銀行查詢，又或者透過坊間嘅按揭中介公司協助。而按揭中介嘅角色就係協助準買家格價，揾出適合佢哋嘅按揭計劃。陳生，請問你今次買樓學咗啲咩啊？其實買一次樓咧，真係學咗好多嘢。咁其實我最大嘅得着咧就係咧計數咧要計得鬆動啲，有啲嘢我抄低咗。原來買完樓之後咧，仲有好多嗰啲細項咧係好大嘅支出嚟嘅喎，即係你管理費啦、差餉啦、地租啦、水電煤啦，全部都係長期嘅開支，所以咧都真係唔嘢少。所以咧揀樓嘅時候咧，最緊要咧就唔好心急，反正你都計劃長住噶啦。最緊要你咩？睇多幾個地方，睇埋佢周邊配套，做埋個風險管理，一步一步，你一定會揀到自己適合嘅安樂窩嘅。